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钳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贤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是淡江大学财经系教授聂建中老师，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以及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钳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看到美中的贸易战现在升级了，两边互骂哦，并且拿出真实的武器来对抗。我们先来看看这一个彭博社的最新报道说，中国大陆下令航空公司暂停接收波音的飞机，还有相关的设备以及零件。这件事情可能触怒了川普，所以你看到川普立刻反击，立刻骂中国，说你中国对我美国的农民很残忍呐。而且你不遵守跟波音的协议哦，这是他在他自己的真实社群的网站上面的发文。他说：“你中国跟人家签了协议，可是违约啊，所以呢，他们已经说中国已经不会接收完全承诺的飞机的购买的协议哦，撕毁协议哦，某种程度是在这个骂中国毁约哦。那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哦，那他也有回应，因为今天中国大陆的 MOFA 有开记者会嘛，他说我不了解有关的情况，建议向中方的主管部门询问你提到的问题。所以现在中国大陆对于这个波音的这个协议的内容哦，是停止接收还是要毁约？还是怎么样？其实我们不是非常的清楚哦。可是看起来，这个波音飞机这件事情的购买已经变成中国大陆手上的一个武器了。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白宫的发言人李维特这位美女发言人她说，现在球在中国那里啊。他们需要跟美国达成协议哦，这个姿态都还是摆得非常高。而最新的声明是什么？来自于白宫说，对中国的关税要增加到245%。我的天哪，这是随便坐地喊价吗？增加1000好。对，其实已经没有意义了啦。到时候这个3位专家都会告诉我们，没有任何意义了。你关税超过50%，超过100%，没有意义了。你随便讲那可能是来自于所谓的波音啦还有所谓像这样子的一个新的讯息所以白宫又启动新的报复。那中国大陆的反应其实某种程度蛮冷淡的那他是说不随之起舞那也不会再增加了，反正就这样子吧那就大家就一起对抗吧。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外交部回应对华再加征关税这件事，说中方不愿意打，但也绝对不怕打，并且零件加码说这场关税战是美方发起的所以呢，你要这样做，我们就奉陪吧。我们看到美中关税成为川普个人情绪的宣泄口吗？这个川普不断说，我手上有牌呀，我好多牌呀。可是呢，这些牌都是 Made in China 吗？这个是一幅漫画The cards are made in China 你一直说你手上有牌，就像这个发言人身上穿的衣服也是 Made in China 所以这是很吊诡的现实。我们先来看看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他怎么说？他说90天之内其实很困难，你要跟主要的贸易伙伴达成贸易协议，这个用膝盖想也知道。超级难的，而且对中国的关税也很难超过145%，你现实上要实施起来就是难，就是不可能所以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这个账号叫牛弹琴某种程度是中国官方的频道泄露出来的一个对外的一个发声的一个管道。他说川普又要变卦了吗？前一天信誓旦旦说汽车关税没有任何豁免，后一天180度大转弯，像是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一直不断的变，所以全世界也跟着团转。那中国大陆其实在网络上面有很多的批评。网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言论，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中国大陆其实一开始在川普第一任内的时候第一个任期的时候，在网络上很多人叫他川建国，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名字这个 nickname 的由来，因为川普是1946年出生，那中国大陆是1949年中华人民这个共和国是1949年建国的嘛所以跟川普同年代出生的这些中国人都会取为这个比如说陈建国王建国林建国所以他们就把它取一个昵称叫川建国。后来某种程度那个时候他们对川普是可能有一些喜欢有那样的氛围。那后来很多人就把它称为董王，什么意思？
觉得他其实根本不懂，可是对于很多领域啊，很自信啊，就是表示很了解，就是称他为董王。那现在都叫他特离谱，什么意思？因为在中国大陆把川普的这个名字翻译为特朗普嘛，那觉得他现在的离谱行径太离谱，所以叫他特离谱哦。所以从网络上可以看到一些风向。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中国大陆的企业，因为他们有一个。这个民族的一个情绪都被集体的撩拨起来了，包括我们看到这是其中的一个小例子，在浙江的一名专门接外贸企业订单的一个小老板，他就说，我们要支持国家的一切决定，所以虽然有700万美元的订单被叫停，就是被停止啊，没关系，我们遵守。我们这个咬紧牙关，那继续往前冲大概是这样，民族情绪在企业界好像看起来也在发酵中了。来，先请教赖老师。川普眼中，对不起啊，川普眼中有协议吗？他根本没有协议嘛。他对 WTO 的态度是尊重还是不尊重？不尊重嘛。他过去在2018年的时候到19年跟中国大陆签订了一个协议。回家以后被民主党嘲笑，他就直接撕毁了，所以贸易战就这样子开打了。到他现在上任，一下子说关税25%，汽车关税25%，钢铝关税25%，又说芬太尼20%，对加拿大跟墨西哥又25%，又说这个要对等关税，有的10%，有的20%，还有的40几%，变来变去，他眼中根本没有协议。对于一个完全不遵守也不尊重协议的人，他来跟你谈协议、谈尊重，你何必跟他谈呢？那也就是说，对这样的人，你根本不在乎，也不用管他什么协议不协议，就是你要打，我就跟你打得没完没了。现在对于川普来讲，他最困难的地方在哪里？他没有牌了，因为没有牌，所以才只能够玩关税。我们都知道，您刚刚也说了。超过50%，坦白说，这个关税意义已经不大了。超过100%，这个关税等于是没有用了。那换言之，也就是说，当他对中国大陆课125%，再加上过去的20%，145%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个关税这个牌已经用完了，已经失效了，没有了。因此，他现在要打到245%是毫无意义的。你课1000啦。不要了，课10000，你这样才更爽嘛，对不对？你就课10000就课下去。但是我个人是认为，大陆现在是满手牌了。你看，大陆现在不再跟川普，不再跟美国打关税牌，中国大陆现在打的是非商品贸易牌。非商品贸易，我们看到波音，好，不打了嘛。波音它需不需要中国大陆市场？需要20%。也就是说，而且会随着大陆的经济的成长速度越快，中产阶级一直产生，然后有能力坐飞机的人数一直不断的扩大的时候，这个对于飞机团队的需求量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的话，那当然要一直买飞机，一直买飞机就要一直造飞机。这个对波音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市场。那你现在波音现在暂缓交接，因为关税的太高了。所以暂缓接零组件不再买了，那这样的一个情形就代表什么？大陆已经具备有这个供应零组件的这个能力，所以不需要从你美国进口，这第一个。那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或许中国大陆因为一般推测，中国大陆已经有维修这个波音各类型飞机的能力跟零组件的供应量了，也就是它的供应链已经建立起来了。然后再加上一旦不买了以后，就有2个航空公司会赚翻了，一个就是欧洲的空中巴士，刚好在这段时间跟欧洲正在谈经贸怎么再合作，那这个对欧洲来讲的话，对法国、对德国会产生一个很巨大的吸引力。另外一个就是对 C919，对 C919的需求量会大量的扩大。那这样的情形，中国大陆可以在这段时间内对 C909到 C919的这个购买力、生产线可以铺出来。我个人是认为说，目前来讲，大陆对于美国的非商品关税的打牌是越来越多了。例如说，这段时间对于稀土，尤其是重稀土有关于磁铁的这种禁止出口，尤其禁止出口到美国，已经对美国已经构成了很大的一个影响了。那我现在的一个问题是在于，美国真的是没有牌，然后他没有牌，他又希望中国大陆屈服。那已经摆明了，任何有一点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大陆是不会屈服的。
一个满手牌的中国大陆面对没有牌可打的川普，大陆怎么可能会屈服呢？既然不会屈服，你看看川普这目前的决策系统却混乱得不得了。好，那我们再来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有关于这个您讲到中国企业的问题。法国的《世界报》，《世界报》在法国在欧洲是蛮有影响力的一个报纸。他就有个特派员到义乌去采访，采访以后他发现绝大部分义乌的这些厂家7万多家，他也到处去采访，他得到一个结论是，他们不太要美国的市场了，而且他们觉得美国是不稳定、不可靠，他们已经开始在抛。另外，他们在转单，还有他们也发现，就是说大陆的企业，包括京东网络的或者是电商的，或者是那个零售业者，他们却都在帮他们的这些出口的厂商转内销的通道。我觉得大陆的团结跟大陆的爱国，他们可以度过目前美国所发动的关税战，可是美国看起来是渡不过去哦。接下来请教聂老师。OK， 我刚才在这个听主持人在讲话的时候，我听到赖老师有2个动作。第一个呢，哼，什么时候喝呢？因为您讲到那个美国川普他说中国背信违约，他哼了一下，这真的他在觉得有趣嘛？怎么会这样子？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听到他讲到关税到145、245，他就在笑了。那这2个东西的确是很离谱了，所以叫特离谱，这是有道理的哈。不过讲到川建国哈，那没办法，那我叫聂建中了哈。不过在台湾找不到建中，因为大陆真的是非常多建中，所以大陆找得到聂建中，但台湾找不到。好，不管怎么说，真的是在那个年代，1946年出生。不过他有一个非常讨厌中国的人，写了一个《Death to China》的人，在1949年出生的。大家知道是谁吗？Navarro。就是那个对这个中国非常不爽，而且这次川普呢有很多的背后的经济的这个学理是由他来提供的，包括这个 tariff 这个关税，为什么他用 discount 的这个 reciprocal tariff， 我这个跟他有关系啦。我分析过他在旁边的财政部长、商务部长以及任何一个经济顾问，甚至米伦他们等等的每个人的不同的个性。等一下我讲一下李维特啦，一个27岁的女孩嘛。对，好，我先讲一下他为什么喝呢？就是说这个川普这个人非常清楚，他只管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非常清楚嘛。那他有一张牌，但是他这牌有点狂妄自信，他的牌叫做全球霸权。所有的民主联盟的小力都会听我，这是他唯一牌，真的现在只剩下这个牌了嘛？大家都会听我，但这个牌会打错，大家都表面迎合，最后不会迎合，所以最后玩到中间，我认为美国可能这张牌最后都会 lose 掉，很可怜，很可怕。刚那个修汉那个不是他也秀了很多这个牌吗？但是他不是说这个全是我国家做的 ，Made in China， 对不对？他就笑了。我觉得更好笑的一个笑话，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就是一个这个政治人物要回家了，打电话给他的太太说：“老婆，快点，我带了另外一个参众议员到我家来，请快点，我们很爱国，要把我们家的 Made in China 的东西全部拿掉。”他太太就很急的，都为什么很急的弄掉了？他一到家以后发现没有窗子，没有门。所有东西沙都不见了，空了。然后呢，太太呢从上面下来，因为不好意思下来，因为下来的时候没有穿衣服。你知道这是很讽刺的，都 Made in China 嘛。好，现在疯了。中国最大的利多给了美国就是买波音。我跟你讲哈，从胡锦涛的年代，2003到2013，当中国开始有钱的时候，他历经了各任总统，甚至到最后那个奥巴马的时候，都谈过波音。每一次在谈交易的时候都谈波音，因为这是大单。开个玩笑，一架飞机多少钱呢？当然。最大单还是台湾买的啊，军购嘛，这随便买还不能算在关税内，那这太讽刺。不管，就他买波音是一个大单，是一个很大的浪的利多。2015年那个习近平在2013上来，在2015也过到了这个Seattle去谈了很多大佬们谈判，也跟波音谈了。那时候呢也非常重要，就定了差不多300架这么重要的波音，这一段一段的这个所谓的支付了钱。然后也开始交割了，交割的当他说他们这次有讲了，我有看一下，他说承认这些就断此到此，还有10艘准备要交割的呢，他就现在就要疑虑说就可能就要毁约了，这是真的毁约，但是这没有办法呀。可是他外交部没证实对他没有证实，我必须说这是爬文来的，那请大家还是要一步一步去观察。是，不过我们知道中国在想什么很清楚嘛，你打我们打得这么重，我一定要让你自己也受伤，那到底底气谁的牌多？那中国就丢出了一个最经典的话，在这一次，他是延续1.0版没有错，但是这一次
跟1.0版有差异，因为啊，刚才有丢给制作人，我当时在很多局处演讲过当时13轮谈判的整个故事。最密集谈判是在2019年1月到6月，那时候呢发生了非常多次的，一谈完，不管华府或者上海、华府或北京，一谈完一谈的时候，中国妥协了，美国高兴了，一回去中国又反悔，美国也觉得不够，所以就一直谈到了10月啊，那我讲的是到第11轮，然后7月谈一次。之前是密集1个月谈一次半哦，7月再谈，10月再谈，谈完以后碰到了 COVID-19， 而且川普就下台了。对，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是继续延续的。我今天讲这个波音这个事情也算势在体大，也就是中国出了一个重手。那中国在这个10年前，大概那个C919在刚讲C909到919，他们在研发的时候，他们就觉得他们已经控制到了非常多的技术。当然他们自己也在生产，也在发展。当然它的量体可能不够，因为中国人毕竟多嘛，你一个春假回去有多少人？所以他这时候呢，到全球去买。当然刚刚也讲到，可能你知道哈，我们在经济学里面讲，只要这个商品有替代品的，我跟你讲。你今天不能拿翘啊，所以当然美国人并没有拿波音拿翘啦，是这个你今天用别的地方来对我，我今天就拿你一个，所以有一个竞争对手可以竞争的，不管从这个欧洲去购买，或者我们 C919就会出现，因此波音这样一损失就完了，因为波音曾经几架飞机掉下来就已经重伤了。又发现了这个，你知道这次又发现了这个很多的问题，所以他当然你给他做这个所谓的这个第6代战舰 F-47，我跟你讲哈，这次一来，我跟你讲，波音如果活不下去，美国经济大受伤，而且美国现在就是因为缺钱才做这些事情。是，我就只要讲一个不管李维特，将来等一下有时间我们再继续讲李维特这个人，我也大概分析他看起来很可爱美丽的，因为他年轻嘛，27岁。对。你知道他所有的话都是川普叫他讲就讲的嘛？他有时候就讲错话。他现在丢了球是在中国热里，我等着来讲。我知道你很想谈，我们就是你要来达成妥协，我们并不想达成妥协。可他死等苦等不到，他们也慌了，心里怕，表面还讲表现镇静。所以这底气啊和筹码真的是中国这次跟1.0版有点差异，就是讲了4个字：奉陪到底。所以我觉得美国会慢慢怕了。而且中国大陆看起来已经准备很久了，因为过去贸易战2018年对的，还有很多故事。对，好，我们请教将军。川普现在我给他取另外2个外号，一个叫做川相公。为什么叫相公呢？你看他这张照片上手里拿的是4张牌而已啊。我们如果打说他应该是5张牌嘛，他以为他拿的是4大金刚，敢跟中国叫牌，结果没有打出来以后，他少了1张牌，只有4张牌而已。这就是相公嘛，打牌少1张牌叫相公。第2个我给他取个外号叫川老鼠。为什么叫川老鼠呢？我们小时候都听过一句这个民谣哈，这个小老鼠上灯台，偷吃油下不来啊，稀里糊涂滚下来。现在来讲的话，这个川普会不会到时候就是这样子？他这是真的是上了灯台哈，为了想要在这个制造业干嘛偷吃这些油，就上了灯台。那一直在等这个习近平打个电话给他一个台阶，从这灯台上面能够安全的下来。但是没想到。这个习近平到东南亚去旅游去了哈，根本不回他电话。那你现在就没有就下不来了，下不来，到时候他会不会自己就，这实在是到最后他只有自己滚下来，就跟老鼠一样，就是我们那句童谣。所以我觉得除了川建国、董王之外哈，特里普之外，也可以叫川老鼠或者是川相公。那我们看一下哈，现在来讲的话，这个如果说。除了波音这个飞机，中国除了波音飞机这个停止跟你买之外，其实中国经常用这个买飞机来当做这种不管是商业贸易啊或政治交换的一些手段。我们之前看到，不管是法国马克宏或者是肖兹到中国去访问，那立刻给他一笔大单，几百架的空巴这样买。但是你知道，这次来讲一定是买空巴啦。为什么？因为空巴来讲跟中国本来就合作得很好，它在天津那边有组装厂哦。那波音停掉，我想说，这个一箭双雕，除了说是在这个关贸方面来讲停掉你波音之外，另外美国原来的 F-47就是由波音得标的。大家要知道，波音还有一种武器叫做爱国者。导弹也是波音生产的，那会不会整个军工系业再加上这个中重的稀土被制裁，那波音因此而一蹶不振，这种可能性很大的。另外来讲，除了波音这个是属于比较大笔的大单交易之外，那对于广大的民众来讲的话，这次中国也停掉了40艘这个运大豆的船，它现在改从。这个本来跟美国买的，现在我就从这个到巴西去运这个船。那你知道，一个是很精准的打击你这个重大的这种商贸金额很大。大豆来讲的话，那就是广大的民众，因为在美国有很多民众他们是种大豆的。
那种了那么多，种了1年的时间，好不容易能到收成了，可以卖出去，希望都卖个好价格，结果没想到这个单没了啊！对这些农民一定是非常生气。所以说，我觉得川普做这些事情他真的是给自己下不来。他现在等习近平电话，习近平真的我认为他绝对不会给他电话。那现在谁先打电话给谁，谁就下台，谁就输了。而且我刚刚也开始讲，川普你以为你手上握的是好牌，事实上你那个是相公牌，少一张嘛。如果有打过牌的，应该都知道。那现在更糟糕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2个国家我们看老百姓，我们都知道，当你这个贸易关税大战。这个一定的结果就是双方都会受伤嘛，那就看谁老百姓撑得住。我们要看这两边的2个国家老百姓很有意思，在美国那边是到处在抗议，对不对？举牌抗议啊，或者砸鸡蛋了干什么？那中国这边就是我们这个为了国家忍耐到底，勒紧裤带。所以这个胜负到底孰胜孰负，我们从这边。这2个国家的民众，我们就会看得出来，谁可以撑得久。是没有错，因为这2个国家的政治制度还有民众的民族性也完完全全不同。不过我们来看看大国的博弈，真的是非常的精彩。他们交手的过程中，我们细细来分解，包括习近平此刻在干嘛呢？他访问东南亚3国，结束了越南之旅之外，今天我们看到他来到了马来西亚他的这个专机刚刚抵达吉隆坡，请导播让我们看一下这个画面，他是应马来西亚最高元首安华的邀请进行国事访问。您也看到在机场，首相安华亲自迎接。您看到在这个马来西亚的吉隆坡这个地方，那当然也有很多的这个中国大陆的旅大马这个旅外的一些侨胞也在这边来欢迎他们的习主席，而包括您看到这个习近平的说法是要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2个国家要共利共好友好。那我们看到安华怎么回应安华是说相信此行对2国有益，尤其是在美中的贸易战打得火热的此刻，当然更有意义。我们回到前面2天来看到习近平在越南这2国到底签了什么样的协议，以及这个中间的一些化学变化。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评论说是越南保持沉默，试图2边不得罪，讲的当然是美中2边那越南的官方文件跟媒体在迎接习近平到访之际，没有出现任何反对单边霸凌等相关的文字他们非常小心对于小国来说，对于越南来说，我不想得罪任何人。可是呢，这个对等关税一实施，越南这么低调而且他一开始就跟美国跪了哟可是你看到第一批的5国谈判名单，对美国的谈判名单没有越南呢，只有日本、韩国、英国、澳洲、印度，没有越南，它没有被列入首批的这个谈判名单所以很微妙美国现在可能对越南也在观察。那看到习近平到访越南颁布了所谓的引进中国客机，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919大飞机相关的系列飞机，是不是越南要来采买了呢？包括你知道河内胡志明这些来往的航线其实都非常非常的繁忙。而另外我们看到呢，越南在这个时间点也讲了说希望也愿意讨论成为金砖伙伴国之一所以越南也小心翼翼的在走自己国家的道路。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习近平才刚刚走，美国的高官火速访问越南呢。你看到这个是美国国务院宣布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资深官员 O'Neill 在16号到25号出访越南。所以你看到这2个国家在外交上面也是针锋相对。另外我们看看欧盟欧盟现在是列为第一批跟美国谈判的一个经济体嘛，可是谈判的时间谈判的进展很缓慢甚微你看到彭博社的报道说这个欧盟的这些贸易专员官员对美方的贸易立场还是感到困惑，因为搞不懂你美国人到底要什么他们还在那边团团转。那另外呢，欧盟已经备战咯，报复性的清单出炉了我必须手上要有武器万一你如何，我必须要立刻把这个刀子给递上包括美国的卫生纸、化妆品等400多项的商品我都入列变成他们的贸易报复清单包括卫生纸、眼部化妆品、大豆都会被加征25%的额外关税所以其实
每一个人都在紧盯美国的下一个动作，而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欧盟的领袖传出7月要到中国大陆去访问啊，那也会打消，据说传出消息是打算取消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关税。因为中国大陆电动车发展真的是非常的快，那过去为了要遏制它，或者是怕这个要保护他们当地 local 的电动车，所以欧盟其实祭出了很高的关税。那现在好像有松动了哦。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这个是来自于欧盟的一个传播委员会的主席他说：“我认为欧洲似乎被夹在美国跟中国之间，现在是时候做出选择了。很多国家都在这个看情况。”是不是要做选择呢？跨大西洋联盟终结了，访美窃听，欧盟给付美国的官员发一次性的手机跟基本款电脑，什么意思？过去大家知道欧盟跟美国其实算是都白人嘛，这个几乎是都很好，可是现在也要防他来窃取我的资料啊，所以据说啦。现在要到美国去谈判的人，或者是出发要去美国做外交的人，都给他们一次性的手机，就是单次用的，怕被窃听；单次用的电脑，怕被一些机密被他们给拿走所以这个现在已经这个媒体都在报道。虽然欧盟访问，可是他们也做出很多的保密防谍的一些措施啊，包括叫他们关手机啊，或放在特制的手机套里啊，防止资讯遭窃。大家都在护航来赖老师，目前的这场战争是美国主张的是结束经济全球化，然后结束自由贸易，所以他把关税拉得很高，用这个关税来逼迫他的盟国来孤立中国大陆，这就是川普他自己说的，你中国你完蛋了，我会把你孤立因为你怎么可以起来跟我对抗？这个时候川普把他的底牌讲出来了，也就是说他的高关税的目的。是要拉着他的盟国来把中国陷入孤立，而中国跟美国打的仗的方式是主张是经济全球化、自由贸易，把关税降到最低，扫除贸易的障碍。那你扫除贸易的障碍，大家都互通有无，就能够经济全球化。所以这个是刚好是一个主张自由跟一个主张封闭的两个之间的一个战争。那我们要问的是，哪一些国家会靠美国？哪一些国家会靠中国大陆？可是靠着美国的是被美国胁迫逼迫下，如果他真的是转向来对付中国大陆，他对付得了吗？他敢对付吗？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了。川普跟他的谈判团队信心满满的认为，他的高关税的胁迫到最后给你一个奖励措施，你就会屈服来对付中国。那他所谓的奖励措施，并不是说我没有关税向我送你礼物，而是我把你的关税拉得很高之后，再给你打折，那个打折就是我对你的奖励措施。你觉得人类间有这么愚蠢的人，被你这样一爽弄以后，还真的对于你课的高关税中的打折，变成说是奖励？这个简直是人类间，如果相信的话，那是人类间最蠢的人。但我相信蠢的人并不多，当然不会包括这个绿色的某个阵营我们不晓得那个绿色的阵营到底有没有独立思考能力，我们不晓得。好，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是这样：习近平这次到越南去访问的时候，你看越南的接待的规格是非常的高不管到机场接机的官位非常高，然后再迎接到送机，连总理都亲自送机。这个在过去越南事实上是很少给外国元首这么高规格的。那他到了这个马来西亚的时候呢，你看马来西亚的安华亲自到机场接机，而且马来西亚的吉隆坡的各个电视墙到处都是习近平的这个他的画面。我也问了一些我们在中天的一些马来西亚的同仁他们说从来没有过。因为你每个马来西亚的电视墙全部都要播这个只有政府才能做得到，你一般的企业是做不到的。这代表什么？代表马来西亚他非常看重这次习近平的到访，那他们要打造新的黄金50年就是说过去建交50年，现在未来的50年，他们要再往上走一台阶，叫做中马命运共同体。而越南它跟中国大陆也是在打造一个新的中越的这个命运共同体。好，那我们就问说，美国能不能拉得住这一些国家的人，包括欧盟在内
然后转向美国来去对付中国大陆，我觉得这个美国想得太天真了，因为根本做不到。原因很简单，东盟绝大部分的国家，它跟中国大陆的贸易，他们是互补性的。可是越南出口到美国的这些，虽然有贸易顺差1000多亿美元，可是它绝大部分是代工加工出口，所以事实上是国际的各个厂牌的公司，包括 Nike 啦、阿迪达斯啦，包括日本的、韩国的汽车工业啦，包括台湾大陆的去越南那边设厂，然后再出口到美国去，而外汇回来的时候，并不是都是越南人拿走。事实上是各个公司、各个企业就拿走一大部分了。可是越南的产品到中国大陆却是扎扎实实的越南生产制造的，因为他们的经济的互补性，这个对越南来讲是很实在的。其实各位想想，中国是除了欧盟以外，全世界都是第一大贸易伙伴，包括韩国、日本在内。最大的贸易伙伴，他怎么可能跟着美国去打一个他最大的贸易伙伴？难道他不要经济发展了吗？难道他要他的整个经济崩溃吗？这是做不到的事嘛。是聂老师怎么看？OK， 我这分几个事情来讲。第一个，我讲越南，我觉得现在以我来看，越南在两边押宝了。那越南当第一个就喊出了零关税跟美国谈嘛。但你要知道，越南在这几年啊，当 China Plus One 的时候，不管是中国也渐渐移到那边去设厂，或台湾的厂商，不是越南就是泰国，这最大的量体。所以在这时候你会发觉，这个量体多，它出口也大，所以它现在很多的经济命脉，说不好听点，也是有点倚重美国。而且美国再怎么样，在看起来还是世界霸主之下，他还是胆战心惊，所以他在跟他谈的时候还是笑脸跟他谈。但是你知道，川普讲说 "kiss my ass" 这种话，你知道他怎么会高兴呢？所以我觉得他是表面淫笑，心里不会爽。但中国就像刚刚赖老师讲的，就不太一样了。他可能高规格接待，而中国想跟你谈的时候，他还是不敢跟你马上 compromise 谈一些东西。但是因为他还是有美国的压力，而且我甚至认为他被美国警告，因为现在美国要做的动作就是所有的你只要被当时辗转设厂的都会被警告，都会被给压力的。所以越南在押宝，他也怕万一中国输了怎么办？但中国现在做了很多的大动作。那我先讲，在中国做的动作之前，我先讲。那刚才问了一个问题，说美国到底要什么？有人看不懂。其实我觉得我看的还蛮懂的。一开始第一个，他要立即收入嘛，要不然他干嘛节流又开源？对 ，tariff 是一个节流啊。就算降了10%，他这样子平均4%，6%，10%减到4%是6%，6%乘以他一年的 deficit 的赤字3.5兆，2100亿。就赚回来了。我跟你讲，他很多地方都在开源，这是他要立即说是商人嘛，重商动力。第二个，他要你来美投资啊，或者赴美投资。第三个，来美设厂，这个当然很清楚。包括当这是比较高科技的部分，就是他要的东西要你回去设厂，包括汽车工业等等。第三个就是科技的进驻或者科技进站，像他要台积电，一开始喊你100%，那他工具就打出去了，迫击炮一打。你会不会来？你就会来。结果你来，他觉得不够，再丢出你一个10亿的罚款，330亿台币，就告诉你跟算能科技可能有一些910这个跟 ASN 910的问题，他会找各种借口，又收手，再又丢个100%。我跟你讲，他随时要丢，他弹性的不得了，也就是科技要这样。最后一个当然是最重点啦，击退他的大敌，击退他的敌人就中国嘛。讲到最后一定是这就是川普的1.0版的中美贸易战的延伸嘛。但他这次也学乖了，他说直接打没有用，一定要拉帮结派，拉帮结派一定要先吓自己的兄弟们，你们不跟我去打，你们会死定了。跟我一起上战场，所以这些兄弟会怕，但真的是不是真的完全会听他的？我觉得担忧的是这些拉帮结派的人，搞不好被隔壁村庄老大全部去投靠了，也就是中国搞不好会走另外一块哈。那这是我在想的了哈。那第三我要讲是这时候世界怎么反应？我有分析过，在一个地方演讲说分了2派。当美国这个一开始高额贸易战的时候，它有一个叫做 revenge 的报复性的，就丢了 retaliatory 的这个 tariff 叫报复性关税，只有一家叫做 like for like 以牙还牙，只有叫中国。第二个报复性关系是部分报复的，像加拿大或者欧盟，所以细节我就不多说。第三个就是还有一种就 surrender 的 ，surrender 第一个投降的就是越南嘛，等等国家，台湾那是投降到我觉得全程缴械，完全。我们不要说脱了裤子啊，衣服绝对脱得很干净，该给什么就给什么，你要什么就给什么，然后只要你保护我，所有的剑啊，所有的刀都给你，我躲在你后面就好的。我觉得现在是台湾一定要拿起筹码跟人家对谈，我觉得这非常重要。那我先暂时讲到这里，我是觉得啊，当然这个
中国现在做了很多的动作，我也在注意，从3月就开始到4月10号，他又做了非常多的动作。他现在拉帮结派，对这边弄一些周边贸易的一些协定哈，我觉得他这个哈一步一趋。有可能哈，我觉得21世纪真的就从人家讲19世纪是英国的，20世纪是美国的，21世纪真的是中国的，也就是关税啊，把中国因为一次又一次嘛，大抗跌了以后，他加到 WTO 壮大了他的财富，然后这个那个金融海啸的时候，又让他的金融界称霸了全世界，金融这个前10大中国中融供建商全部进去。这一次这个 tariff 我跟你讲，造就中国 great again， 就这样子。所以有没有可能川普本来想要美国再次伟大？意外弄巧成拙，让中国再度伟大，这也很多经济学家在预测的哦。来，我们再请教这个将军。这习近平这次去这个东南亚3国去访问哈，其实我们有一句话，这个外交上面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哈。大家看其实这3个国家来讲的话，其实都为他们自己利益来着想，跟中国都有一些微妙的关系。但是这次的话，到马来西亚。我们不要讲说是马来西亚是最重要，但是这次习近平的行程里面，马来西亚却是最久的一个行程，3天2夜。那为什么习近平到这边要安排最长的一个行程？我们先从这个马来西亚看起。马来西亚它事实上在它的这种外交政策上面，它经济是依靠中国的，可是在军事上面来讲的话，它还是靠向美国哈。那第二个来讲的话，那马来西亚其实安华2022年就任首相以来，一直到现在来讲的话，他总共访华去了3次，也就是说，他跟中国来讲见了3次面。那见了3次面，那谈些什么呢？第一个，我认为他们谈的一定是跟电子业有关。大家不要以为说是瞧不起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在电子晶片方面来讲的话，它的封装测试是占全世界的13%哦，这个份额相当高的。那在这时候这个如果说是川普要打晶片战争来讲的话，那中国来讲，大家也不要认为说是他不会生产晶片，他会生产，他不但会生产，而且他成熟晶片的出口量是甚至于超过我们台湾哦。在这种状况下，2个国家在未来的科技业有没有说是互补性或者互通性？第二个来讲的话，我们看他在这次来讲，应该会谈到所谓的相关电子支付，因为马来西亚有很好的这种榴莲嘛，水果嘛。是。那以往来讲，如果说你要买榴莲，是不是要透过这个人民币去换美金，美金再去换它的令吉才可以去买？如果说是像这个电子支付来讲，我一刷卡，我就可以用人民币去买到这个马来西亚的水果来讲的话。或者是马来西亚用刷卡方式就可以买到中国，所以可以促进2国的之间一个互相经贸来源。换句话说，这是去美元化的第一步。是。我们来看看美国副总统范斯哦，过去他其实是出身非常穷困的白人的阶层，那他有一番话惹怒了所有的中国人哦，他说你们中国乡巴佬，可是他自己呢？我们先来看看最近他也有很长有一些。被媒体捕捉到失手的画面，包括你看到他接见母校美式足球冠军队伍，结果他跟川普站在一起在白宫里头哟他失手把他们今年1月在大学美式足球季后赛拿到的冠军奖杯不小心摔到地上了。观众朋友，您看这一幕，好尴尬呀那当然，大家就是打哈哈把这件事情给圆了过去。可是我们再来看看，有很多的网友在网络上对他的妆，你要问了，一个大男人干嘛化妆啊？可是看起来，范斯的确有化妆，因为川普曾经夸他长得很帅啊，很英俊所以网友就截下了他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眼妆，那个眼线的画法真的不一样你看到这一张，他的下眼线画的特别的明显，这是日光底下的。那这是电视妆，这是晚间的这个晚间大型的一个造势晚会的妆，很像烟熏妆这是准备烟熏所以网友的确眼睛非常的利那有很多人说，这是美国的网友自己讲的他说为什么全世界没有人要和我们玩游戏？因为这些男人都是骗子冒牌货。美国的网友嘴巴也很毒啦，所以你看到这一幕在白宫川普接见爱尔兰总理的时候，你看到范斯他的袜子吸引了川普的目光，来看看这一幕。I love these socks. What's with these socks? It's in honor of the T-shirts. I'm trying to stay focused, but I'm very impressed with the VP's socks.
好，你看到范斯的袜子的确蛮特别的哦，所以被川普给考 C 了一下哦。那这个某种程度，我觉得也是有一点讥讽哦、讽刺的意味在里面哦，好像有点说他穿的袜子不是很得体啊。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市场对于川普就任50天哦，那个反应真的是很大啊！来，大家看一下这个曲线图，这是川普跟拜登以及奥巴马他的前任以及更前任的总统来对比哦。在川普就任的前50个交易日哦，标普500指数下跌了约6.4%哦，它一枝独下，人家都是往上涨的。所以你看到这给拜登一个大机会，拜登今天就酸他说：“哎呦，我没有想到这个人呢，执政不到100天。”就对我们国家造成这么大的伤害哦，拜登大酸了这个川普。那川普这个人哦，他的做法也的确蛮特别的，还记得吗？上个周末他去看了格斗赛，因为他是搭专机哦，他搭空军1号，那很多记者会跟着他嘛，所以凌晨2点，他就在他的专机的门口开了一场记者会。那主题只有一个，就是用力的嘲讽拜登，因为你敢骂我，我就要嘲讽回去哦，非常像小男生。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有5家美企控诉说你总统越权，要求阻止关税哦，所以川普政府已经哀告了。因为很多人也没有办法忍受了。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很多名嘴就讲说，中国没有偷走美国的繁荣，反而是美国的精英阶级拱手让人，掏空本土中产阶级，关税的政策根本没有办法帮助美国的制造业。刚刚聂老师讲到了这一位美丽的发言人那年纪非常轻，27岁而已他的衣服被大陆网友给这个 Google 出来了，被搜出来了，说你看看好几套衣服，通通都是 Made in China 的，你还说要给我们寄出这么高的关税，那以后你的衣服还买得到吗？那另外美国企业当然也有很多的苦水要吐槽说美国厂商我给他涂他都做不出来，1/10的价格我给中国的厂商做，当然一下就做出来了，所以这都是现实你要回到现实来看。还有最近有一个App 非常的厉害，一飞冲天据说已经这个4天之内已经冲上这个下载的这个数量的第2名，这个叫敦煌网它是一个 B to B 的一个网站最近大家都要上去看去买，这也反映了某一种现实。来，老师因为这个网站是教你怎么样买的便宜他教你怎么样那个例如说在中国大陆的原产地那个出产货才多少钱，到了美国挂上一个 logo， 挂上一个牌子之后卖多少钱，所以呢你干脆就直接到原产地去买，品质一模一样只是说有加一个商标跟没加一个商标中间的差。其实这个过去在台湾也发生嘛，但是当美国现在跟中国大陆是完全脱钩的情形下，对大陆的生产制造商来讲的话，那可以我就把你的商品拿出来卖那这一卖的话，那你想想看，这些名牌店他要怎么卖东西这个很可怕但是名牌店对，这个就会在市场上面会出来。对因为他本来就是名牌店，就是委托他代工嘛。他代工，对。那他做出来了以后，打上 mark， 那就翻了好几倍，甚至几十倍，不是好几倍，是几十倍。例如说，可能他们工厂出产的货，上次被解漏开来的一家名牌店，我们不讲了，瑜伽裤，那出厂货才6块美金。结果卖出去是60块还是到80块美金，可能到100都有可能，对，到100块美金这么的高。你想想看，这个对于这个很多公司来讲的话，那是利润暴利那当这些工厂就说好那可以我就直接帮你卖掉了。那这些公司以后怎么办？他也找不到替代品。好，你如果去美国做民调，做这个市调，去问说你希不希望这个制造业回流美国，绝大部分会说希望。那你再问说，那你会不会让你自己或者你的孩子进工厂做工？不要。那你会不会去转学理工，或者让你孩子学理工进工厂当工程师？他说这太难了，因为我们的孩子60%左右有视智上的困难然后其他的顶尖的1%里面70%是学法上的，就30%会学理工，因为学理工很累很苦。那所以我们没有工程师，我们不够足够的人，这个就是现实嘛。所以你川普你要把制造业回到美国，你回不去的啦。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教聂老师怎么看这个事情？好，我回来讲一下，我分析几个人哈。第一个这 Pence， 因为他的出身并不是富裕的，他跟川普是两极化了。那一个是富商之下，当然经历了各种的这个阴险狡诈的这种做经商的历程；一个还真的是比较穷人出身。不过呢，他上来以后，因为他的行为会有点乡巴佬的样子，其实从某个角度，因为我也是穷出身的，我可以接受。不过他讲的话很不应该，他可以自己是这样的人，却讲中国，你知道吗？这就是一种种族歧视的感觉，讲人家是乡巴佬。不过要讲美国很重视的 discrimination 这个字哦，你今天这样讲的话，讲不好听，有力量的可以告你这个歧视，你就可能被人家调查了。第二个呢，还有我刚刚讲了有一个画面，我觉得蛮有趣的，这使我想到一部电影。尼克森，你自己去看一下。尼克森电影呢，他被人家在调查他的整个这个政策的时候呢，那个记者一直采访他。他每次跟他见面的时候，第一是最聪明、最经典，就等一下，你这个鞋子好漂亮，你在哪里买的？他说在意大利买的。那一幕结束，他也是到意大利，他买了一张意大利鞋子送那个记者。我要讲的是这种是谈判艺术，是交友艺术。这个川普很厉害。他的场合，第一个他要糅合这个市场，糅合以后呢，他会觉得他很厉害，在很多他把分析之后，其他的人就会慢慢听他，他就可以主导这一切。尼克森总统就是这样，他这一生走来，在30岁的时候尼克森，40岁的时候雷根，他的一路在经商的时候，你看那个《Apprentice》那部电影，他所看的两个总统，他比较这个认为崇拜厉害的，大概就是这两个，所以你会发现电影里面会有这两个人。好，那我最后再讲一下，因为我时间有限，我讲一下。我必须拉回来讲，当然李维特，我其实还蛮想分析他的，只要说不好听，他就是一个发言人而已。是他的发言讲不好就是川普的话啦，因为他难得做到这个位置，一个6分球毕业的一个普通我觉得女孩，但是他找一个外形可以，因为发言人总是外形形象讲话都要这个口齿清晰，但不错，形式不错，但他讲的很多话有时候我都觉得太嫩太幼稚，而且就基本上就是川普的话语的发声筒而已啦。不过基本上这是发言人嘛哈。那我现在讲一下就是。中美这两个以后他们到底谁能撑得久？我有稍微的分析啊。第一个，他们就我分析5个大点。第一个是对未来高消费价格的容忍度。你去看两边，光第一个才一打开始，美国就到处游行了，这人民企业就已经受不了了。而中国当然你可以说它是集权压制，其实也不是，因为中国是被挨打的方，人民也看得很清楚。除非你是极力反共产的，因为中国有2极，极力反共产的当然会不高兴，就这样。第二个是金融市场的这个崩溃度，你看美国一下跌了，中国还是有一些筹码哦，不管这个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它可以让它撑盘，你知道吗？第三个是大企业的反弹度，我刚刚听到这个美国不是5大企业就开始已经在发牢骚了，可是中国企业反而相反，你可以看到有些企业。甚至停了迪士尼乐园的单，然后直接的向台湾在中国直接内买，就是我觉得这很重要，也就是这是民族性。最后第4个是反对党的反制度，那两边都有反对党，但共产党集权，但他有反对声音，但他的现在最少感觉上声音没有浮交台面，但是民主党是被压到，其实一直想反嘛。你看拜登、川普的关系，最后一个最重要就是兄弟友邦的这个喜好度，讲不好听，厌恶度啦，就是现在拉帮结派、呼朋引伴的能量。我觉得现在一个是用压制的方式，让人家一定要跟着我，要不然我就打你的方式，别人会不高兴。另外一个是说我尽量示好，对你好，那将来呢，我们一起合作。这个人不好，所以经济学人这一期啊，在孤立的时候，川普在刮那个东西，最后川普自己会掉下去，也就是美国反而会被孤立。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接下来交给将军。我为范师做了一首诗，这个昨夜洞房停花烛，待晓堂前拜川普，庄爸低声问老婆，画眉深浅入时无。现在他穿这个花的袜子，我们在怀疑他里面穿的裤子是什么样的内裤。那这个你既然这个川普反 DEI 的这种政策，那我想说，我们还是要多元性平跟包容了哈。他穿什么样子，喜欢化什么样的妆，我个人来讲是绝对包容、绝对支持，因为这是他个人的喜好，他个人嗜好。